电商大小事，带你了解最新电商事，跟你分享8月12号到8月18号的3则电商大事。第一，日本最大二手电商メルカリ登台。日本二手电商平台进入台湾市场，主打动漫周边、运动鞋、名牌包等等的商品。现阶段是透过Buy代购来处理金流物流。那网站界面已经全中文化了。可能会有点影响我们台湾未来电商市场，尤其是代购的生意将面临更大的挑战。第二，知名电商卷款倒闭跑路了，一间跨境电商平台，那卷款3亿并恶性倒闭，导致多家厂商受害。这种情况我是不乐见哦。现在电商平台的竞争太大了，一堆跨境电商都想冲进来，像是Shein、Temu跟 Coupon 这3个巨头，势必会对小电商平台来造成压力。品牌商自己在跟平台合作的时候，需要多多注意。第三，拳上爆冲突，统神与蹦板互呛，统神与蹦板杠上了，两个人将在12月来举行那个拳上对决。统神有说他现在很缺钱，应该是之前那个什么恋童癖风波嘛，所以才借由这个话题来赚取收入。那这个我们看看就好，看戏就好，还是把工作重心就放在自己的本业收入上比较实在。记得关注加爱心，我是电商 Tony 陈，你以后做电商会用到。如果你是第一次看这个影片，我这节目会跟你分享上周在电商领域有发生了什么有趣的新闻那我会挑出3个我认为重要的新闻并且跟你分享我对这些新闻的看法，让你轻松掌握电商脉动。这一集我们讲的是8月5号到8月11号所发生的电商新闻。好，来第一个新闻，日本最大的二手电商メルカリ登台。他们真的这样念メルカリ你要是把这个单字放到什么那个 Google 翻译或是什么 AI 里头去，它念法不是这样日本人自己念メルカリ。好，来这个标题我讲一下日本最大二手电商メルカリ悄悄登台，台湾人最疯哪3类产品？为何中日韩电商都抢进台湾？简单讲一下这个新闻日本的二手电商平台叫メルカリ即将来进入台湾市场，它是日本最大的二手电商平台之一，就很像我们的那个叫什么歪拍、虾皮然后露天这样个人卖家在卖的。那它的主力商品是动漫周边、运动鞋、名牌包等等那现阶段还是依靠这个叫Buy代购来处理金物流，但是已经可以直接在官网下单我是这样看这新闻的我有去玩一下它的网站，那看起来这个就是机翻机器翻译界面，所有日文的地方全部都是套用这个 AI 翻译好来，我这边也有截图你看这个商品标题叫做 WCS 2024檀香山宝可梦便当盒OK 这商品名称，然后它上面直接就标注说，现在メルカリ正实验性地提供部分音译，如果日文原文跟英语翻译不同时，以日文原文为主。它是直接这样子去提醒那它金物流就走Buy Buy是个反正就做跨境日本代购常常会用的。那整个购买流程也不是很复杂，基本上已经是全中文的界面那购买流程也不错这个开发成本看起来没有很高。这就是我们之前讲透过 AI 技术来吃外国订单。像我之前有拍过一集嘛，叫 Pinkoi， 那个台湾Pinkoi 就是比较贵然后比较质感文青的商品，他们都去 Pinkoi 嘛。Pinkoi 从台湾跑去日本去吃日本的电商市场，那现在这个メルカリ也来吃台湾这块饼的那这个会不会影响我们未来台湾的电商市场？我觉得会因为全家在弄的那个比比昂日货比比昂日货，这个我念给你听PC Home 网家股票代号8044旗下的日本跨境电商比比昂今日表示，自6月18日进驻全家便利商店的会员 APP 开设比比昂日货专区后，上线首3周，这时间是6月18号到7月8号买气热烈，带动比比昂好物商城的业绩较去年同期成长逾 125%， 且下单的女性会员达80%比比昂日货在全家的那个 App 里面上架。好，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未来电商的代购生意只会越来越难赚因为那些大人物都进来了。
现在品牌想要做跨境的生意未来只会怎样越来越简单，所以你要竞争要胜出这个会越来越困难，因为门槛都被 AI 降低了嘛。好，来第二个新闻，知名电商卷款倒闭这是新闻截图画面，要念给你听知名电商恶性倒闭，客户控欠货款吸金破亿。好，电商负责人诈3亿绕跑控全家人背景好，误入骗局。这一家我们业内都知道是哪一家，你可以去查一下真精彩，因为他代理很多牌子，然后那很多牌子你在屈臣氏保养你都看得到真的是这样。不是有那个洗发精吗？然后上面写很大大的国字，写铝，就那个吕布的吕，有没有？这你一定有印象那个也是他们代理的。好，来简单讲一下这新闻就一间做跨境电商的平台倒闭，然后就被爆出来说他欠3亿跑路，光是其中一个厂商的欠款就高达6600万那我是这样看这个新闻说真的是不乐见啊。那做电商已经那么苦了，然后你还遇到平台卷款，厂商跑掉这样，我只能说真的大家都要小心一点。除了酷鹏大军压境以外，还有很多跨境电商其实都很想要去吃台湾这块饼。那像大陆中国那边还有西印跟 Temu， 他们还不算大举来台嘞。他们如果来了那个砸的台币一定很恐怖的啊。然后像刚刚讲到的那个梅鲁卡利这个都是实力很坚强的平台商，电商平台商，他们进台湾势必会分走部分的市场。那首当其冲的就是台湾一些比较小的电商平台。如果你有铺货到这种比较小的平台那你自己就要小心一点，是不是那个有延迟付款的状况发生？那当然，这个 Momo PCO 呢，手骨就抽现阶段还是安全的，但你还是要为自己提早做打算会比较好。来第三个新闻，拳上爆冲突，统神与蹦板互呛。其实我是真的不是很喜欢讲这种这么莫名其妙知识型网红抓代志但他们就是有流量嘛，我们电商人就是要追流量在哪里嘛最近他们吵架，流量都在他们那里所以还是要关注一下。因为我们行销上可以做很多那种梗图，你知道好来，这个新闻标题拳上爆冲突，统神狂吼，我叫你闭嘴，蹦板插斗打输我退自媒体，无聊，妈的，那个肥仔那边吵架吵到有新闻版面，好啦，简单讲一下这新闻就蹦板跟统神杠上了，两个人要在12月打拳上，好像现在就是就出来讲订购机然后就办一个拳赛，然后两个互殴，然后卖门票这样。好，然后那个蹦板他就呛说，如果他打输就退出自媒体，两个人在吵架那我是这样看这新闻像我们生意人，你知道这个看这个角度会比较不一样，不是说什么这个量级不一样，那个统神是重量级什么不，我们不看这个我们看是那个票5分钟卖完5分钟卖完，非常夸张来，这个也有一个截图原 po 昨日在国内论坛迪卡发文指出，他好奇点开拳上2024的售票页面后，意外发现不论是票价3万元的擂台沙发区，15000元的擂台沙发区升帐票，沙发区升帐票好特别然后2900元的擂台地狱区以及1450元的擂台地狱区升帐票都在短短5分钟之内被一扫而空让他忍不住直言，这比什么韩团还要夸张很多吧？一张3万块，5分钟卖完，一个肥仔在那边这边打架，这什么好看？这个我半夜去我们高雄那个七贤路不是一堆什么人都有在那边打架，看起来Toys 被关以后，将由统神来继承他的位置就继续布袋戏。那统神有时候他最近很缺钱，我这个也不用猜啦，就是之前他不是讲话讲什么恋童癖风波，对不对？然后搞到现在一堆厂商撤代言，然后让他的收入骤降，所以他才想方设法的去赚钱，然后去当一个擂台上的小丑，肥小丑给人家揍，这个他也 OK， 为了钱嘛。那我倒是比较诧异看起来这件事情对他的伤害其实非常的大。我以前不是都是那个立场，讲说台湾人很健忘，对网红的宽容度非常的巨大像九妹呢，她不是大麻嘛然后现在又活跳跳了然后那个统神他只是口误他不是像去干出了吸大麻像 Toys 卖大麻这种直接是抓去关的事情，他只是口误讲错话，所以我那时候的判断叫做以后又没事。结果过了4-5个月，
还是没有什么厂商敢下他的业配哦，但他看起来还是没有学乖，还到处抓代志哦。我那时候的评价是这样，我还记得，就是说啊，这个就是个没出社会上过班、被社会毒打过的肥宅嘛，都在家里，所以他以为那个真实世界就是他网络直播室这样，大家都干干叫，然后都没事这样哦啊，就会有事嘛。我们就专心工作这样就好了啊。那比较实在，我们看那个统神打架，我等之后应该就有人剪那个紧急啊，哦比较好看的哦。那看统神我会揍这样。好，讲完了。好，我们整理一下8月12号到8月18号的3件电商大事。第一，日本最大电商梅卢卡里登台。第二，知名电商卷款倒闭。第三，拳上爆冲突，统神与凤版互呛。好，来讲八卦。今天我聚焦在那个拳上我真的不喜欢统神这统神。但是还是要讲一下，5分钟这个贵的票都卖完，这很厉害，这真的非常厉害。有参与过售票的行销案就知道，那个票的行销真的不好处理。如果今天是什么知名韩团啊，或者什么5月天啊、张惠妹，那不用讲。通常啊，会到我们手上的行销案都是比较没有名气的比较没有名气的网红、网美啊，或是2线艺人，他们在卖票真是有够困难，真的是很困难到最后那个送出去的公关票都会比那个卖掉的票还要多，然后统神这个流量还是很强还是非常值钱的。那我这边要提醒的是，你们办这种活动这个已经有潜力，你们不是第一次办，你们做这种活动会被课征娱乐税娱乐税 8% 所以以刚刚我们看的35000块的票，那个8%就要去课征娱乐税这个东西税上闪不掉如果你闪掉很麻烦，超级麻烦那后面的补税的事情非常麻烦。但问题就是他们可能也没想那么多，你知道吗？就很多那种他觉得他跟人家打架就会有人看，然后就要卖票其实他们都要违法，他们自己不知道娱乐税很麻烦的事情莫名其妙，太多人通通都不知道税制的细节，我也不算很清楚。我们是因为电商做多了，处理的莫名其妙的题目多了，我们也才知道。以前还有一个客户用我们的系统Cyberbiz 的系统去卖那个，然后搞的什么？那个时候我们的系统怎么样？我们的系统没有考量到娱乐税的成本去，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就会在结账页面把它计算出来嘛。我们那时候想是这样就没想到嘛我们想说电商卖票券他卖的都是一些礼物兑换券或者什么有没的，后来就变成说他们卖完票了以后，娱乐税的部分他要自己再去另外再去报然后再说我们系统不方便，谁知道啊？谁知道你们会拿去做这种，然后要求一个系统，然后本业是电商零售的实体规格品的买卖，然后下来卖票，然后说什么因为你们没有娱乐税自动计算什么，我们谁会有？莫名其妙。讲到这个，如果你拿我们的系统去，我们有票券功能你是不用履保信托的啦，那个都我们做东啦，我们来担保啦。如果你是高尔夫球场，哇，高尔夫球场它额外的税跟娱乐相关更高，那个叫什么高尔夫球税还是什么鬼？不会有那个系统那么万能的啦我们就是电商本业的系统，所以我会讲就娱乐税这一题那个时候真的烦死人了，然后能卖票又卖得好那个就公众人物嘛，所以我们身为他的系统我们也是很紧张反正后来又处理掉了总之就是我会说电商里头最难的东西是什么跟房地产一样，最难的东西是经验真的是经验，就是你就没遇过，你只听人家讲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就被你遇到，然后你一问没有人遇过这个情况，那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处理，完全没有潜力，你知道？我们打去那个国税局、税捐局出来问，他们也没有什么在处理娱乐税的经验，然后一直转，然后我们等消息、等电话，没有没的好烦最难的东西也不是资金筹集，也不是什么行销技法，也不是广告投放，我个人认为是经验像现在我就知道如果我要办这种东西的话即使是脱口秀或怎样的那个我都会把娱乐税都会考量进去不然日后出现补税你是公众人物呢，那这样的话不就很麻烦？到时候被有心人士做文章对吧？那了。我是电商 Tony 陈，我想要将我会的电商营运技术，慢慢透过拍影片分享给台湾零售中小企业。
提升台湾电商的实力，让台湾的好商品卖到全世界去，做出台湾的国际品牌。那品牌电商的起点就是自家购物官网。你们家需要架设品牌电商官网，我推荐 Cyberbiz 官网，仓储、跨境 POS 一次搞定。很多国内的大品牌商都是使用 Cyberbiz 的电商系统。要做自家品牌电商官网，不知道从何开始？我提供给你便宜又好用的系统，资讯栏有连结，点进去填写完联系资料，我会打给你，看看你是遇到什么问题。那你也可以准备好问题来问我。Cyberbiz 让你少走弯路，多多赚钱。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会持续分享更多电商的资讯。我是电商 Tony 陈，我们下集影片再见。